我是全修仙界的白月光，死而复生后看到了弹幕。靠，魅宝攻略进度都99%了，白月光怎么在这时候复活了？安啦，女配死这么多年，宗门里的人早忘了她了，现在魅宝才是唯一的团宠。曾经的舔狗现在对她爱搭不理，一心一意为我们魅宝守难得。女配肯定嫉妒疯了，白月光归来又如何？还不是只能被替身打脸，就这个反差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女配白月光，我吗？我移开视线，不再看弹幕的胡言乱语，而是专心致志地盯着眼前薄薄的棺盖，材质冰冷，莹润如玉，似是千年寒冰所致，可保肉身永世不腐。如此举世难寻的天材地宝，成了收敛我尸身的最好场所。而现在尴尬的事情在于，刚复活的我好像法力全无了，使尽了力气都推不开棺盖。数数我啊，好像要落地成盒了。又推了半天，还是纹丝不动，遇事不决百大烂。我安详地闭上眼睛，决定再死一会儿。死到一半的时候，山洞外忽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。来了来了，魅宝向大师兄告白的名场面。很快攻略进度就到100%了。女配在这边半死不活的挣扎，大师兄和魅宝在甜甜蜜蜜，好一出坟头鞭尸的大戏啊！哎呦，你们快看女配那副嘴脸，直接傻眼了，哈哈哈。是有点傻眼。我呆呆地盯着棺盖。大师兄？谁呀？我还活着的那会儿是宗门大师姐来着，只有师弟，没有师兄。按资排辈的话，我后面是玄尘那小子，还是玄物？算了，懒得管了。数数我啊，要准备3、2、1复活了。娇娇怯怯的女声在山洞里响起。大师兄，其实我今日约你是……砰！是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。砰！其实一直以来我心里……砰！玄尘终于忍不住了，大喝了一声：到底是何方妖孽，胆敢在我师姐的坟头蹦迪？他手持本命灵剑，气势汹汹地朝棺材走来。看到的是面无表情，正有节律地用脚踢棺材的我。玄尘的腿忽地软了一下。师姐，他讪讪道：您没死啊？对上我半死不活的眼神后，又慌忙摇了摇头。不是，我是说，您怎么亲自又活过来了？呵呵，我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，柔弱可怜又无助的比了2个中指。这傻 X， 再避我就要被闷死了。被玄尘救了出来，靠在洞壁上缓慢的吐息。不行，这具身体太残破了，根本无法将灵力留在丹田里。一旁弹幕口中的魅宝正一脸好奇地看着我，仔细看来，他长得确实和我有7、8分相似。我不过盯着他看了一会，玄尘便不动声色地站到了我们中间，隔开了我的视线。师姐，他恭恭敬敬道，这是师父前些年就回宗门的小师妹，名唤玄薇。师妹胆小，您莫要吓到她了。说完，他又扭头向玄薇介绍我，这是玄恒师姐。哈哈哈，女配又要傻眼了吧？她只是多看了几眼，玄尘就赶紧护妻，生怕她欺负了魅宝。女配以为自己还是曾经那个白月光呢，实际上现在宗门根本没人待见她，还不如一开始就死得透透的呢，省得后面自取其辱。我淡淡的移开视线，踢了玄尘一脚。刚复活，没力气，你载我回去。玄尘恭敬应下，换来本命灵剑。师姐先乘我的碧霄剑回去吧，我去将你复活的消息告知师父和宗门上下。说罢，他扭头看向玄薇，小师妹也同我一起来。乘着碧霄剑闯了2个红灯，弯道超荐了3次后，我终于回到了曾经的居所竹居院。所有的摆设都一如我生前，时隔数十年，这些物件都还静静地等待着主人归来。我舒舒服服地躺上床，滚了2圈，决定先不管什么弹幕女配，也暂且不想怎么恢复灵气。摆起来就发狠了，忘情了，没命了。
死了几十年，可把我累着了，必须好好睡一觉。可惜我才睡到一半，就被院外吵吵嚷嚷的声音弄醒了。师傅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。玄恒，你真的复活了？他瞪大眼睛，视线从上扫到下，又从下扫到上，不敢置信地盯着我。啊，对。睡一半被吵醒，我没什么好脸色，有气无力地应道。师傅还是不敢信，戳了戳我的脸，拔了拔我的头发，又扭了扭我的胳膊。滚！我不耐烦地一巴掌呼他脸上。啊，这熟悉的力道。师傅怀念地按住左脸。乖徒儿，真的是你，这人有时候真挺有病的。师傅笑嘻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好了，既然复活了，就先好好休息吧。宗门的事情都不用你操心。玄尘已经能独当一面，玄威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修仙奇才。宗门日常事务，为师已全部交由他们掌管。往后你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问玄威开口便是。听女配破防的声音，刚复活就被架空，师傅早就把管理宗门的权力交给媚宝了。权在哪儿，爱就在哪儿。师傅对媚宝的爱真的很拿得出手。师傅表面关心女配，其实根本是在敲打她，让她认清自己现在的身份啊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师傅的眼睛看，总感觉这人好像在盘算些什么。许是被我盯得有些心虚，师傅别过头，虚张声势地咳了2声。好了，为师还有事情要忙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。说完，他落荒而逃。好拙劣的演技，他们果然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。不过嘛，我揉了揉额头，以我们全宗门凑不出半个脑子的状况来看，左右不过是谁多吃了包子，谁偷藏了个鸡腿这种程度的破事，不足为惧。不管了，摆烂睡觉。刚复活的身体还很虚弱，我躺了3天才觉得松快了一些。3天里，一个来探望我的人都没有。弹幕笑嘻嘻，有，这不是我们的万人迷白月光吗？怎么混这么拉了？女配还不知道呢，那天师傅一眼就看出他已经灵力散尽了。刚走出去，他就松了口气，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全宗门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女配是个废人了，识趣点就应该自己滚出去，而不是硬留在这边讨人嫌啊。我望着满屏的讥讽，微微蹙起眉头，决定出门放放风。路上遇到好几个师弟师妹，每个人看到我时无不眼睛一亮，关心我身体恢复得如何。可多说几句后，又搪塞说自己还有事情，要先走一步，还叮嘱我宗门一切事务有玄尘和玄威在，我只需安心在竹居院养养伤就可以了。不对劲，总觉得他们在隐瞒些什么。哎，女配真的好没有眼色，这不就是嫌弃她废物，又不好意思直接赶人吗？但凡脸皮没那么厚的，都知道自己收拾东西滚蛋了，非要亲眼看到所有人都站在媚宝那边，自取其辱后才肯离开吗？真想让他知道，他心心念念的师傅和师弟，现在正手把手教媚宝剑术呢。哦，对了，媚宝用的剑还是当初女配的那把清明剑，她费尽九死一生，用心头血滋养了749天，剑灵才答应结契。可媚宝什么都没做，清明剑就自动将她认作主人了。灵力尽失，被同门抛弃，连本命剑都嫌弃她。女配又凭什么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媚宝比呢？我面色一沉，在心里轻呼了数声清明，没有回应。我是剑修，对于剑修而言，本命剑就意味着一切。复活以来的这些日子，我无数次尝试呼唤清明剑，没有一次回应。原以为是因为我灵力尽失才失败的，可如今看来，我循着弹幕的指引，走到了后山桃林。漫天飞舞的花瓣雨中，玄威手持清明剑，一派天真烂漫的撒着娇。师傅，师兄，我好累啊，今天不练剑了好不好？平日里吊儿郎当，为老不尊的师傅，此时循循善诱。乖徒，等为师100年后，咱们宗门迟早是要交到你手里的。你今日吃的每一分苦，流的每一滴汗，日后都会看到回报的。玄尘嘴拙，
却也认真道：“小师妹，你练多久，我就陪你多久，两个人一起分担，便不那么辛苦了。”青明剑微微翕动着，像是也在鼓励着玄威。于是他撅着嘴，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，那我今天就多练一会。”啊，媚宝真的是又美又努力，这谁能不爱上？早说了让女配别自取其辱了，这下老实了吧？白月光姐还在装淡定呢，心里估计都嫉妒疯了。察觉到我出现，三人都有些诧异。玄威客套地叫了声师姐，师傅则玄尘都有些心虚的不敢看我。我冷冷扫他们一眼，看向玄威手中的剑。清明，过来。毫无动静。什么叫白月光的自我修养啊？都这样了，女配还在装呢。清明剑可不想要一个没有灵力的废物主人。哈喽，没听见吗？我说清明剑不想要一个没有灵力的废物主人。是吗？我挑眉，那可由不得他。我和清明结的是血气，生死相系。除非我死，否则他永远是属于我的剑。我面无表情地解下腰间的匕首，对准心脏狠狠地捅了进去。那一瞬间，师傅和玄尘同时向我奔来。玄恒，师姐，连玄威被他们撞倒在地了，都浑然未觉。我当然没死，不过是取些许心头血而已。以血为气，我再次召唤清明剑，过来。这一次，清明不再无视我的呼唤，飞速回到了我的手中。沉甸甸的重量再次落在掌心，我感到久违的安心。果然，我们剑修什么都可以没有，就是不能没有剑。一股温热的灵力从剑身一点一点涌入我的体内，修复着我的身体乃至灵魂。我感觉整个人像泡在温泉淋浴中，浑身暖洋洋的。再次尝试呼吸吐纳时，这具破败的四面漏风的躯体终于能留住一部分灵力了。真好。师傅看着我，讪讪开口：“玄恒啊，你作为师姐怎么能这么小气呢？玄威可是你师妹，把剑借她玩2天呗。”玄尘也帮腔道：“是啊，反正师姐你也没有灵力了，快快乐乐的当个凡人就行了。小师妹现在比你更需要这把剑，你还是把清明剑让给她吧。”我冷冷瞥了他们两人一眼，毫不留情地举起剑。再说我就抽你们俩了。两人立刻老实，抱着头不说话了。倒是玄威有些尴尬地看着我：“师姐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剑。”啊，阿妹宝不要道歉啊，你可是女主角，这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本来就应该属于你啊。可恶啊，清明可是天下第一的名剑，如果不是女配作妖，那就是我们妹宝的了呀。我平静地望着她那张熟悉的脸，摇了摇头：“没事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因为我抢走了清明剑，师傅罚我面壁思过，具体思过多久他也没说，就罚到你师妹消气为止。不对，你这性子还是得好好磨一磨。为师就罚你50年内不得离开思过崖好了。50年？女配当初死都没死50年，好家伙，这是真的不想再见到她了。以女配现在的半吊子修为，怕是都活不过50年吧。好寺喵，好寺喵，谁让他欺负我们妹宝？50年而已。我当初闭关修炼时，都是1甲子起步。也罢，正好趁此机会淬炼根骨，把身体恢复的再好些。闭关第30年，我的修为已经恢复了4成。清明剑忽而躁动，黑暗中我睁开了双眸，掐指一算，发现是有一处先天秘境正开启。秘境中有一天才地宝，名唤仙灵草，正是修复残躯、寻回修为的顶级灵物。难怪清明剑会提醒我。我一剑劈开思过崖，走了出去，迎面正撞见师傅带着玄威走来。看到我，他有些紧张：“孽徒，你怎么提前跑出来了？”我单刀直入道：“我要去先天秘境取仙灵草修补身体。先天秘境由正道宗门掌控，100年一开启，每次开启时能进入的名额有限，我们宗门示威，仅有1个名额。”师傅皱眉：“今年的名额我已给了玄威，你等下一个100年吧。”女配怎么什么都爱跟妹宝抢？抢有什么用？妹宝什么都不用做，
就有人双手为他捧上。好喜欢看这种为爱双标的桥段。我抽出清明剑，指向师傅，依旧言简意赅道：“由不得你。”师傅脸色一变，咬牙道：“玄衡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”我淡淡瞥他一眼：“你们才是，究竟想做什么？从我复活到现在，你们的种种益处，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”玄尘、玄雾以及众多师弟师妹悄无声息地走出来，默默站到了师傅身后。抱歉了，师姐，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离开的。把所有人都打趴了，一群菜鸡。我拿着信物，御剑来到了先天秘境外，秘境之门尚未开启，外头密密麻麻站着各大宗门的修士。清明落地的瞬间，所有视线纷纷投来，场地里有一刹那的死寂，下一秒人声鼎沸。清明剑，是清明剑，怎么可能？玄衡仙子，我没看错吧？真是玄衡仙子，这莫非是老夫年老眼花了吗？玄衡不是早已仙逝，定是苍天怜我众生皆苦，才令玄衡再度复活，救济世人。仙子，仙子，无数人呼唤着我的名号，更有甚者，有些人竟直接跪倒在地，泪流满面。我站在高处，环视众人，对着他们握拳一拜：“诸位道友，你们没有看错，玄衡回来了。”简简单单一句话，在场诸人却激动得几欲昏倒。真的是玄衡，太好了，天下苍生有救了。40年前一别，仙子的英姿至今仍留在老夫脑海中。没想到今生今世，竟还有再度拜见您的机会。悠悠苍天，待老夫不薄啊！40年前，若非您舍身取义，天下必然毁于那魔头之手，我等更是早就身陨道消。请仙子受我等一拜。40年前，我还是风光无限的剑宗大师姐，更是举世皆知的正道第一人。清明剑号称天下第一剑，从不在于它的剑刃锋利，而是因为它的主人是天下第一人。那时的我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宗门里的师弟师妹天天挨我训，就连师父都得小心看我脸色。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快意到了极点。直到大魔头风离横空出世，他滥杀无辜，引得生灵涂炭，无数正义之士前往讨伐，却都陨于他手。生死存亡之际，是我拼上性命，封印了他的修为，与他同归于尽，为修仙界换来了一朝太平。40年后，我不知怎地复活了。复活后，我想的第一件事便是，既然我能复活，那风离是不是也能？果真如我所料，周围修士七嘴八舌地告诉了我这40年间发生的事。我和风离同归于尽后，修仙界确实得了一息安稳。然而，不过20年时间，封印便松动了，魔气外泄，魔族之人再度蠢蠢欲动。又过了10几年，大魔头风离意外复活，降临人间。只是复活后的风离似乎很虚弱，并没有一开始就对正道宗门展开报复，而是韬光养晦，默默积蓄力量。这几年，魔族的动作愈发频繁，各宗门不得不做出最坏的猜测。风离的法力似乎快要完全恢复了，新一场正邪大战一触即发。然而，此时正道群龙无首，老一辈的修仙者多在40年前的大战中死去，新一辈里又少有成器的。所有人都悲观地认为，这一次再无人能阻止风离，直到我犹如天神般再度降临。所有人都把我当成了唯一的希望，顶礼膜拜。我想起刚复活的时候，弹幕说我是全修仙界的白月光，当时我还纳闷来着，明明我还活着那会是出了名的混不吝。那些修仙者们提到我，不是摇头就是叹气，就连师父和师弟妹们看到我都怂了吧唧的。白月光，我吗？但此刻望着众人写满期待的眼神，我似乎有些理解了。也罢，别人做不了的事我来做，别人杀不了的魔头我来杀。当然，以我现在仅有4成的修为，想与风离抗衡难于登天。当务之急
还是先拿到仙灵草修复灵根？我将原委说与众人听后，他们纷纷表示，等秘境开启后，第一时间便帮我留心仙灵草的下落。有了帮手后，一切便简单了许多。秘境开启的第3天，便有修士通过千里传音，告知了我仙灵草的踪迹。然而，等我赶到时，却晚了一步。玄尘伸手将最后一株仙灵草放入乾坤袋中，在他身前是持剑与我对峙的师尊，在他身后则是乌泱泱一片的剑宗弟子，每个人都手持本命剑，沉默地望着我。我环视了一圈，没在人群里找到玄威。他在哪里？我冷静问道。师父皱起眉头，别找了，我把他藏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。玄威的资质不在你之下，等我将这些仙灵草都制成药丸，让他服下后，他定能功力大成，到时候……够了，师父。我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道，你究竟还想任性到什么时候？这件事本就与玄威无关，放他离开吧。师父沉默地看着我，眼圈一点一点变红，许久，他才咬着牙开口，为师做不到。做不到再一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徒儿去送死，而我却无能为力，只能望着你的背影。玄衡，算为师求你这一次好不好？天上苍生的担子太重，本就不应该由你一人来承担，就让为师和你这些师弟师妹们帮你一次吧。他话音刚落下，整个剑宗的弟子齐刷刷跪了一片。师姐，这一次就让我们来帮你吧。就连我手中的清明剑都发出了哀哀鸣气。我合上双眼，长叹了一声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做出一个和我神形有8分相似的傀儡人偶。从见到玄威的第一眼，我就认出来了，他简直活脱脱就是更年轻时候的我，眉眼口鼻无一不似。我想细细打量他时，玄尘便一脸心虚地挡在我们之间，阻隔了我的视线。可从那时起，我心中便起了疑。我自然不会听弹幕的鬼话，信什么白月光啊、替身啊，爱来爱去的无稽之谈。即便师父将他定为下一任继承人，把我的清明剑交给他，甚至把我关进思过崖中，我也从不曾相信过弹幕的风言风语。无他，那是一手抚养我长大的师父，是与我情同手足的师兄妹们，我信任他们。无论何时，我只是单纯好奇而已。这群傻子又在搞些什么鬼？事实证明，我们剑修都是一群不适合动脑子的大傻瓜。傀儡人偶，这是人类能想出来的点子吗？师父举头望天，40年前，你与那魔头同归于尽后，爆了一地的金币。阿呸，是你的灵力四处逸散，附着在物品中。起初，为师只是想缓解思念之情，便用那些带有你灵气的材料做成了一个傀儡人偶。但渐渐的，这人偶浸开了灵石，真的活过来了。师父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，虽说他的性格和你一点都不像，但光是看着那张脸，师门上下便深感慰藉。于是我们给他取了名字，让他以小师妹的身份留下来。本来我是想让他当大师姐的，但玄尘说了，就因为你是大师姐，从小就要负起教育整个师门的责任，这才导致你责任心太重，为了拯救苍生，选择牺牲自己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们想让你别做大师姐了，做个天真单纯，每天傻呵呵的小师妹就好了。他眼中露出几分怀念的光。可是没想到好景不长，那魔头居然复活了。刚开始我们忧虑之余还有点开心，想着既然他能复活，没道理你不行。但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玄尘说，以你的性格，哪怕复活了，也只会选择再次跟魔头同归于尽。而这一次，我们依旧无能为力，只能再次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。我叹了口气，所以你才把主意打到玄威身上。是，他身上有你的灵气残余，我又说服了清明剑灵相助，还有仙灵草，种种加起来，他未必比当初的你弱。由他去封印魔头，与魔头同归于尽，最为合适。师父的声音已是充满恳求。玄衡，好徒儿，就这一次，乖乖听师父的话，让师父来帮你，好吗？
我望着他写满担忧的脸，缓缓地摇了摇头。对不起，师傅。若玄微真的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，那我当然乐得躲在他身后。可是他已有灵识，那便是活生生的人。为了苟且偷生，让其他人替我去死，这种事情我做不到。更何况，我狡黠一笑，谁说我就一定要和魔头同归于尽了？我已经想到该怎么对付魔尊风离了。师傅终究还是拗不过我，他亲自将仙灵草炼成丹药，看着我服下，又送了不少天材地宝。一番调理后，我的法力恢复的约有70%，也便到此为止了。修仙界的强者间互有感应，更别说是我和风离这种同生共死过的人。几乎在我吞下丹药的那一刻，相隔千里外的风离便感应到了我的存在，而他的反应也很果断，提起剑就赶在杀我的路上了。而与此同时，我犹如拎小鸡般把被事先打晕了的玄微提到悬崖边。哈喽，看得见吗？我要把你们心爱的女主扔下悬崖了。识趣的就拿风离的情报跟我交换，告诉我他如今功力恢复了几成，弱点在哪里，有没有提前设陷阱。总之，只要是能让我打败他的情报，通通告诉我。WOC， 女配该不会能看到弹幕吧？她现在是在跟我们说话，那我们之前讨论的，她也都看到了。干，女配也太卑鄙了。算了算了，其实仔细想想，女配复活到现在也没有害过媚宝，甚至还主动站出来对抗反派。一直以来是我们太苛刻了。对啊，我早就想说了，没想到女配之前居然是为了拯救苍生而死，怪不得是所有人的白月光呢。好吧好吧，女配你听清楚了哦，反派的功力已经恢复了90%了，和全盛期相差不多，但他有一处致命缺点。我唇角微微勾起，颔首致意道：谢啦。不过半炷香的功夫，风离便提剑杀道。数十年不见，他容貌如初，只是气质更加冷酷暴虐，嗜血可怖。一股久违的战意涌起，我手持清明，与他战成一团。Vok 女配原来这么强的吗？居然能跟全文大反派对峙还不落下风，这就是曾经的正道第一人的实力吗？师父和师弟师妹们看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愣是找不到一个空当能上去帮女配一下的。没办法，顶级高手间的对决，他们贸然出手，不但帮不到女配，甚至还可能把自己搭进去，也只能就这么作弊上关了。我看师父急得眼睛都红了。唉，女配恢复的不够彻底，到底还是逊反派一筹。我感觉他越打越力竭了，反而是反派的气势都被打出来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被反派杀死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。我逐渐落了下风，眼见将要不敌，我干脆卖了个破绽，扭头就跑。呵，想逃？风离冷笑一声，用剑堵住了我的去路。就是现在！我对着他身后大喊道：师父，师弟，趁现在攻击他后背右下3寸处。风离一惊，立刻扭头朝身后刺去，刺了个空。我吹了声口哨，笑道：堂堂魔尊殿下，怎么这么老实？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与此同时，手中剑出鞘，直直刺向他左肋偏下2指处，那才是弹幕告诉我的风离真正的命门所在。吐！风离口吐鲜血，愤怒地看向我，我却早有准备，见好就收，一剑刺破他命门后，直接远远地溜出去数十米。诸位道友，我乃玄衡。我对着虚空开始摇人。魔头风离已被我用剑刺破命门，命不久矣。现请天下道友都来助我一臂之力，杀死魔头，匡扶正道。有道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风离虽被我刺中命门，但到底也是堂堂一代魔尊，真发起狠来，还是能在临走前拼死一搏，将我拉去陪葬的。然而我死而复生一遭，这会最是惜命。能摇人多打1，乃至活生生将风离拖死，那我为什么要和他拼命？越来越多的道友被我的千里传音摇来，将魔头团团围住。风离不甘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怨恨，可他却连接近我一步都做不到。又一剑落下，恶贯满盈的大魔头
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师傅抽出沾满鲜血的剑，在衣角上随意擦了擦，微笑着朝我走来。走吧，玄衡，我们回家。我望着浑身染血的师尊和朝我走来的师弟师妹们，微笑着点了点头。我们回家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